印度空军习惯性的看不起歼20，是不是因为歼20装东西没有印度摩托车那么狠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前段时间呢，中俄两军呢在宁夏青铜峡合成兵种训练基地搞了一个联合演习，然后歼20也出场了嘛。很多网友就关心歼20在演习中怎么出的场啊，做了什么事情啊，表现怎么样啊？当然，印度空军也在观察，并且呢得出一个结论，说这个歼20和印度新买的阵风战斗机相比，根本不行。这个鉴于印度空军毕竟是装备各国飞机经验最丰富的国家，人家说出来的话肯定也有足够的印度逻辑。首先，印度人认为歼20这东西啊根本不隐身，理由是印度空军2018年5月就用苏30发现并且跟踪了歼20，所以我们苏30都可以看清你歼20的位置，这么远都瞧得见，你敢说自己是隐身飞机吗？不过呢，真正的专家也会说，苏30如果看到歼20了，肯定是因为当时歼20用了龙波透镜。美军 F-35也会使用龙波透镜，增加自己的雷达反射面积嘛，让别人平时摸不清自己隐身性能，训练中也能让自己的这个相关雷达能看清自己的位置。真到了战时，把龙波透镜一关，我看你还看什么？第二个理由呢，印度人说歼20发动机动力不足，推力矢量喷管没有，机动性特别差，这跟法国的战斗机阵风没法相比。理由是，你们看歼20在珠海航展就没玩过什么超机动动作。其实这新飞机在航展上每次揭开一点面纱就能够满足观众胃口了。2016年就亮个相2分钟，2018年就开弹舱能让全场兴奋，怎么可能一次让你看个通通透透呢？不过最近网上也出现一个视频，就是有人往上拍嘛，仰拍的时候手机拍到的歼20在训练中做了一个动作，先是做了一个伊美尔曼，从低空呢做了一个半筋斗升到高空，在高空情况下低速情况下做了一个快速改变机头指向动作，说明歼20不仅仅是强调了高速性能，低速条件下过失速机动能力也不错。不过呢，还有些很印度式的理由就真的不太好反驳了。比如印度人认为这是一架大型飞机，而弹药只能放在弹舱里，不能携带重载荷，它是为空中优势所设计的，不具备多用途能力，比不了大黄蜂。还有说歼20没法在航空母舰上运作，没法进行超速巡航，并且说歼20没有经过实战测试。然后我想了一下，以上要素如果都能够满足，特别是装载能力方面，歼20确确实实不行。毕竟我们的歼20只能装一个人，好像还真比不了一辆印度的摩托车。不过呢，印度的欧亚时报这回好像脑子比较清醒，尽管这个报纸以前黑中国武器挺多的，但是这回也提醒了读者，歼20机动性好不好对印度来讲根本不重要，因为人家就没打算跟你的阵风搞任何的近距离格斗。歼20装备的是什么？有源相控阵雷达、360度光电探测系统、强大电子战水平，还有要命的霹雳10和霹雳15，直接可以远距离干掉你的预警机、加油机，狙击掉你的阵风。谁没事跟你玩什么近距离格斗？其实呢，这些都是中国网友早就懂的道理，我也不信印度空军会不懂。只不过呢，面对歼20，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了，印度空军为了提振一下民心士气啊，硬撑着也得对国内老百姓这么说。这跟我们当年用歼8面对 F-22一样，我们只能说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这个如出一辙。所以呢，反而是今天我们能够理解印度空军的苦衷。至于印度这个欧亚时报呢，表现就非常不地道，估计是人间不拆这个道理，他们的编辑没学过。好，关于印度人为什么这么瞧不起歼20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次再说。